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早在2022年2月，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前，中国的官媒一本正经地驳斥美国发出的警报。虽然紧接着就被俄罗斯的入侵而打脸，但是并不妨碍官方的专家们信誓旦旦地分析，俄罗斯会在1小时22分钟结束这个特别军事行动。现在战争已经超过了3年，根据美国国防部和多家国际机构估算，俄乌战争导致俄军伤亡可能已经超过100万人。但这些事实都不妨碍李立这样的国防大学的军事评论员和教授继续在官媒上做点评，误导民众，混淆视听。虽然李立的言论不仅违背事实，甚至荒谬，但他的持续曝光表明官媒对其角色的认可，也反映了官媒甚至中国政府的战略立场。接着奏乐，接着舞。李立是军事学博士，国防大学军事后勤与军事科技装备教研部教授，研究方向为军事高科技与信息化武器装备。他同时是总政确定的全军48名外宣专家之一，承担对外宣传任务。在接受中国最权威官媒央视采访时，总是迎合并煽动国内的民族主义，发表过著名的伊朗半小时灭以色列的惊人言论。众所周知，现代战争不仅是双方在战场上的较量，宣传舆论战也是战争的一部分。著名的例子就是在萨达姆政权被美军推翻时，一直在散布假消息的伊拉克信息部长萨哈夫。2003年，伊拉克信息部长萨哈夫信誓旦旦地说美军已被击退，结果美军坦克就在他身后。20年后，中国官媒还在转发胡塞用拖鞋打航母的新闻。这些荒谬宣传背后藏着什么秘密？如果航母是如此的不堪一击，那么中国政府为什么耗费巨资建造发展自己的航母？完全可以发挥自己造拖鞋的优势，既节约了费用，又高效地解决了问题。2025年6月13日，以色列发动代号为 Rising Lion 的军事行动，对伊朗核设施、军事基地和其他目标进行大规模空袭。在以色列向全世界展示了高效精准的战争模式的时候，中国官媒却第一时间转发了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在社交媒体发布的一张夜间拍摄的照片，声称这张照片显示被伊朗防空系统击落的以色列 F-35I 隐形战机残骸，带有以色列空军标志。伊朗官方账号宣称击落2至4架 F-35，并俘获1名女飞行员。这条新闻不出所料地引起国内小粉红的狂欢，但是由于官媒屡次报道假新闻被抓包，这条新闻不但立刻遭到了质疑，也迅速地被打假。以色列国防军否认任何飞行员被俘，称所有 F-35I 飞行员安全返航。而伊朗发布的所谓 F-35残骸图片迅速被检测出 AI 生成的痕迹，比如图片中的飞机尺寸与 F-35的实际规格，长51英尺，翼展35英尺，高14英尺，不符，显得过大或比例失调。图片显示残骸在燃烧，但发动机似乎仍在运行，有喷焰。这与坠机后发动机应停止工作的常识相悖。图片边缘模糊，细节缺失，如残骸纹理不自然，符合 AI 生成图像的典型特征。显而易见，这些荒谬的宣传，如胡塞用拖鞋打航母，以及此次对 F-35I 击落事件的虚假报道，不仅暴露了官媒在国际新闻报道中日益加剧的失实倾向，更凸显了其背后深层的宣传策略和认知误区。如果中国政府真的相信航母如此不堪一击，又何必斥巨资发展自己的航母编队，投入巨大的人力物力进行研发和建造？这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矛盾，戳穿了这些虚假宣传的自我矛盾性。这也正是这些假新闻最大的问题所在，自我矛盾漏洞百出。
这种罔顾事实、刻意误导民众的行为，不仅是对公众知情权的侵犯，更是对国家形象和国际公信力的严重损害。它让人们不禁要问，当官媒为了迎合某种叙事而持续发布虚假信息时，我们还能相信什么？这种基于谎言的信心和自豪感，最终只会导致民众对真相的麻木和对现实的脱离。在全球信息高度透明化的今天，这种粗劣的谎言只会迅速被揭穿，成为国际社会的笑柄，并最终反噬自身的公信力。所以，我们看到的不是孤立事件，而是一种战略性的叙事模式，建立在信息过滤和集体幻觉上的安全感。真相不需要包装，而谎言却需要不断重播。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欢迎在评论区发表您的看法，记得订阅我的频道，我们下期再见。太阳刚出山，朝霞铺满了半边天，公路上走过来人两个呀，一个老汉，一个青年呐。